那如果我们把当前的彩色照片给它去色，变成一个黑白，那么你能看到的颜色就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。那黑白灰在颜色当中它属于无色相系，那在 PS 当中是用亮度来代表。有一个专业的工具叫做色阶，指的就是颜色从最暗到最亮的亮度级别。我这里做了一个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最暗的亮度为0，最亮的亮度是255，从最暗到最亮一共有256个亮度级别，对应的这个照片当中，太阳的中心点就是255最亮的区域，山峰的背光处的这些岩石接近于纯黑，甚至就是纯黑，那么它的亮度值对应的这个亮度表当中啊，它就是0。照片当中这些纯黑的或者是接近纯黑的这些区域就是阴影，照片当中这些比较亮的接近纯白的这些区域属于画面中的高光。除了这些高光和阴影之外，其他的部分全部都是中间调。那如果要把中间调定一个标准，那么就是128这个位置。大家看一下128这个位置的灰度，对应的是画面中这些云啊、天空啊，包括雪地这些比较浅的这些位置。那当你了解了照片的高光、阴影和中间调具体分布在什么地方，那么我们在做后期调色时就非常的简单了。在 PS 当中有一个色彩平衡这个工具，这个工具就是依托画面当中的中间调、高光、阴影进行追色的工具。现在如果我们想把画面中的暗部或者是中间调去追加一些冷色的话，我们对应的在这个影调当中啊，要选择阴影，然后在这3个滑块当中去调整你想追加进去的颜色。刚才我们说要追加冷色，那我们就可以加青和加蓝，那对应的画面中这些暗部就会产生这些冷色的色调。如果我们想为画面中这些高光的区域去追加红色和黄色，那么我们对应的就要在色彩平衡这个工具的色调选项当中选择高光，然后追加我们刚才说的红色和黄色。还有我们经常常用的调色工具曲线，曲线这个工具它也是依托于照片的高光、阴影和中间调进行调色的。曲线的右上角这里是控制画面中的高光，如果你去调整右上角，画面中的最亮的区域变化最大；如果你去调整曲线左下角，那么画面中最暗的区域变化最大。如果你去控制画面中中间的这条线，那么画面中的中间调变化最大。那对应的在曲线当中也有红、绿、蓝这些颜色，那么这些颜色曲线你也可以去调整中间调的颜色、暗部的颜色或亮部的颜色。总而言之，你只有把中间调、高光、阴影的区分给它弄清楚，你才能入门调色。如果你连一张照片的高光、阴影和中间调的大致分布区域都还看不懂的话，那么这些调色工具你也没办法入门。希望这期视频对新手同学有一定的帮助。如果你学到了一点点知识，不妨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